小六的终极版本，所以它阴宅看阳，它可以做任何了，它很强了。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有的人一句话没说，你也可以用小六壬去起盘，你揣这个是天意，非常有意思。金星落大安，龙交战，青龙临大安，木加木，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，这个人都可以。我学的会，为什么你学不会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道源。9月20号呢，我们将在香港开一场线下见面会。那这一次我会跟大家面对面的分享人生之道。我们常听说命运是一种指引，但这指引究竟是写好的剧本，还是我们内心的冥想呢？其实，答案并非注定，而是一场持续的对话。它藏在每一次的选择里，每一次跌倒又站起来的勇气里，也藏在那些适时出现的人身上，他们如一盏明灯，照亮着模糊的前路。这一次，我希望能成为你的对谈者，让我们面对面，共同探索命运的痕迹，一起找到属于你的坚定的答案。想参加先生见面会的朋友，可以添加我助理的 WhatsApp 报名。9月20号，期待与你相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道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袁让。大家今天应该有发现了，为什么只要暂时下线呢？拜拜。其实啊，就是我想过来偷偷跟道源老师学习。我一直是有在这个关注你的 channel 的。你虽然平时讲的一些命理知识呢，其他老师也有讲，但是你跟他们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就有你所说的那种家学在，所以我觉得很特别，很想跟你学习。特别是那个你在这个超能力学院展示过的这个小六壬啊，就我回家去练习了一下，然后也去测过，这个结果啊还是非常准的。其实我在大家看到在节目中，因为我们时间的有限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把小六壬的这种全貌跟大家去展现。小六壬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教小六壬，他们教的都是在6个神煞这个级别，他们没有6亲，没有6宫，没有定用神。我不能说人家不懂，我只能说可能他们相当于1.0版本。那先生的小六壬呢，可能2.0版本、3.0版本，或者是小六壬的终极版本。所以只要你学了先生的小六壬课，然后你其他的小六壬你已经可以不用去学了，真的。但老师啊，你刚刚说的这些2.0、3.0、4.0版本呢，我是非常想去深入研究的。但是，那我发现我在学习1.0版本的时候呢，已经遇到了一些疑问了。那包括我也去看了一些观众啊，他也给我们留了一些问题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带着这些观众和我的问题，先跟老师先请教一下这些发生在1.0的这些问题。好，那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看到观众说，我算出来呢有最后按照顺序会有3个宫位嘛，然后比如结果呢是宿喜、空亡、小吉，那我是只看最后一个呢，还是要全部3个组合起来看？其实如果是我们简单的初级的版本呢，比如说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，那当然落宫落在哪个宫位，来决定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啦。比如就刚刚讲的那个宿喜、空亡、小吉。宿喜这个事情是发生的很快，空亡代表能量的缺失，最后是小吉。也就是说最后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收获，就看拉回来了。对，就看最后一个落宫是最重要的。对，那个代表了结果嘛。对，代表结果。好，那第2个问题哈，就是同样的时间，这个结果为什么会不同？比如说我跟朋友哈，我们是同一个时辰去起一个卦啊，大家都来起这个小六壬，然后我是问找工作的，然后他是问谈恋爱的。那我们因为同一时间嘛，那我们得出来的宫位肯定是一样的嘛，那这个解读会不会不一样呢？这就是要去到2.0版本了啦。这要2.0版本了。对，因为它定用神不一样。谈恋爱呢，你比如说宿喜代表恋爱啦。对，然后就以宿喜为用神呢。找工作当然以大安为用神呢。所以就看大安这个宫位有没有刑冲克害了没有，被6神克制啊。哪6神呢？比如说朱雀、玄武、勾陈、腾蛇、青龙。比如说青龙临大安这个事就很好啦。木加木，用青龙嘛。就是属木，而且是东方嘛，然后临大安，那么的话，这个就是好的事情呢。2.0版本果然是看得更详细。好，那第3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哈问，如果我们要用时间起卦的话呢，普遍是用月日时嘛，我能不能在时这个基础上，精确到分钟，会不会更加准？其实实际上呢，我们不需要这么精准细化的东西比如说，我们给人算八字，大多数就是说这一年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上半年、下半年或者怎么样。
但是如果你实际上你一定要看个仔细，能不能看？当然可以看的嘛，因为它有流年、有流月、流日、流时，对吧？甚至它的秒钟，那其实秒钟它很快嘛。对，它在60秒，它就赚了很多宫位了。就是它是可以算到每一分每一秒的，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去算到每分每一秒？你在一个范畴内就知道这个答案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啊。那因为我们今年嘛是会有出现这个闰月的，那如果我们要在这个闰6月呢去进行起卦，那我们是算6月还是算7月呢？那你还是可以用6月去起啊，然后当然也可以用阳历去排。我们要变通一点，农历不行的我们就用公历。对，你也可以用公历。我觉得这个我们选择这个时间也是我们起心动念的一个过程嘛。对，所以小六壬跟其他的术数不同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比如说八字，它的8个字是不能够变动的。对，它更像是一种宿命论，对，它是定死的。八字也当然是宿命论了。但是比如小六壬，只是你当下起个卦就可以知道你的人生大运。所以小六壬类似于神通，它就对于灵性的要求非常高。它不是条条框框式的。那我要替一些国外的朋友去问一下，就如果我们解卦人还有求测人，咱们是在不同的时区的，比如说您在中国，然后这个求测人他在美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起盘以谁的时辰为准呢？我在中国当然就是有我的时辰，对不对？他是来问，那如果他自己起，他在美国就有美国的时间啊。其实实际上呢，它不重要，你想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时间起都没问题。它是一个意识形态，就是它可以无形无相。所以为什么它是神通？就比如说我用天眼看你，我闭着眼睛看，还是睁着眼睛看，还是背着你看，还是我旁边感知去看你，都不重要，都不重要。就是这样子，它是无形无相的，就是所以它才是神通。原来如此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老师有跟我们说过可以用数字起盘嘛？那如果我要报数字的话，那我是报1个数字呢，2个数字呢，还是3个数字？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，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标准答案？其实如果是有报了一个1，那我就要结合当下给他补充。有的人一句话没说，你也可以给他用小六壬去起盘啊。比如说一个女人从东南边走过来，那你就知道老女人还是小女人呢？老女人的话就是空宫呢。那空宫的数字是什么呢？就是2，对不对？2，那就得出了数字呢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有点梅花易数的感觉。所以你问小六壬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起卦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可以任何的形式、任何的形态去起卦。就是小六壬的取卦的意象就是万物内象，就是你愿意怎么取就怎么取，因为你揣测的是天意。所以这是一门神通，它没有固定的这种标准，这个非常有意思。那我们解答完这么多疑问啦，很多朋友就肯定想知道了。那老师前面说的这个2.0、3.0、4.0啊，我们最终完整版的小六壬呢，它到底要怎么操作？老师啊，我知道今天的时间有限，你不可能全部教会我们4.0怎么看的，那能不能简单的走一遍您这个比较完整版的流程呢？其实它主要分为核心几个步骤，第一个就是起卦。就是我们称之为起课，然后排盘，再要取用神，再要解读。起卦呢，可能我们可以通过，比如说时间，比如说通过你叫什么名字、汉字、数字，这些都是可以起卦的一些方式。那我们排盘是要排些什么呢？排盘我们首先要排天盘，排地盘。就排天盘我们就定神，排地盘呢我们就定地支、定六亲、安五星，还有人盘我们就解读，它是有天地人。那老师我就想马上问你了，那这个给它安六亲啊，然后还有安什么五星，它有什么用呢？在我们这个盘里，五星就是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嘛，它就是它的五行相应嘛。它是五行相应。比如说金星落大安，克了大安，就是金木交战，也就是像八字我们看的里面的刑冲克害嘛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说要装六亲进去，这个六亲是意思是通过这个小六壬看我的家人朋友这样吗？因为六亲我们有六亲关系嘛。对，它这里面是不是有五行是，还有钻地支。钻地支就是占子午卯酉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地支进去，但是它只有6个宫位，怎么装12？对，因为它会跳的。它会跳，里面有跳宫的，这个很深，这个可能要上课程才能懂。对，所以它要跳宫的。然后的话，最终定出我是谁，谁是我兄弟，谁是我父母，谁是我的子女，他会定出这个六亲这样这个关系。然后他定完地亲以后，他就会取用神，
用神是最后一步了，对吧？对，用神。我们说到最后一步了，取用神就是，比如说六亲，我们以七彩为用，我们还是以比肩为用，我们还是以什么样的为用，那还有忌神，所以它就有八字的信息，对，然后它就会发现它类似于像小奇门这样子的信息啊，对，然后它又会有像梅花易数这样子的去取向的信息，对。所以这就是小六壬的好玩，它可以做任何了，它还可以看阴宅、看阳宅、看什么都可以，其实真的很强的。就这么一位小小的术数，用我们道家里面的话来讲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这就是这门术数的厉害之处了。其实我是觉得，是因为老师这个比较特别的小六壬，才让到这个小六壬变得那么大。因为你帮他赋予了这些六亲啊、地支啊，还有这些五星，才让它的功能变得如此之多。如果单凭了6个宫位，我相信是真的很难去推那么多东西的。对，那就是一点点嘛。表征当然解决表征的问题。如果你对术数有追求，然后我觉得你把它当成安身立命的关键的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实际上因为把人生武器吧，算是对。然后我觉得其实你一定要去学习它。是的，其实我的小六壬它是没有排盘软件的，用纸去排，因为它是我独门嘛。如果我不授权给到他们，他就没有办法去用排盘的软件给它排出来。它不像八字啊，市面上很多的这种排盘软件，所以我都会给到你第一步排盘怎么排，第二步怎么排，第三步怎么排，第四步怎么排，然后呢你取向去结合就可以了。其实我们这个价格本来要定很高了，但我考虑到第一批的缘粉嘛，那我希望他们尽可能的以很小的价格，然后的话去得到这一门很高深的术数。那老师这种小六壬比较独特的小六壬，适不适合我们普通人或者新手学习呢？那当然了，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了，因为它是术嘛，术的就是人都会学得会嘛，它技术嘛，只是熟能生巧嘛。其实道元老师真的是把自己很多经验都已经提炼出来，去放在课程里了，就已经非常便于大家去理解了。那今天听下来了，你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。那如果大家想非常系统的学习，可以去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在这里，然后去进入我们的学习群，领取我们专门制作的小六壬学习卡。另外呢，我们9月20号，老师呢会在香港举办一个线下见面会，分享人生之道啊，是讲我们的人命关天，很厉害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加我们的 WhatsApp 去报名，有机会跟我们道元老师面对面交流哦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持续 follow 我们的 channel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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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